嗨，你好，非常感谢北流串联了北中南各大场馆、台中国家歌剧院、卫武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还有两厅院，谢谢各个场地的支持，让我们得以使用这次 IR 技术的开放资源。这集我们也邀请到了新生代的制作人余修来一起剖析我为这次专案所做的演奏曲。那这首歌里面有使用了这一次所有的 IR 技术，包括空间跟吉他的取样，我们都放在这首歌里面。大家可以了解 IR 技术在一首歌里面可以做怎样的使用。OK，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新生代的制作人余修。嗨，对，这次呢，我为北流创作了一首演奏曲，然后找了余修来帮忙这一次的制作跟编曲。那余修可以讲一下这次我做好 demo 传给你的时候你的感觉吗？我一开始拿到这一份 demo 的时候，就是这个 demo 给我的 vibe 是一个是很盛大的感觉在一个很大的空间啊，然后有什么很厉害的怪物要跑出来，然后音色上我当下听到的感受是想要用类比的一些真实的乐器，然后混合一些电子的东西，去取一个中间的平衡。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很多不同的场馆嘛，包含北流，对，然后高雄卫武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台中歌剧院，还有两厅院。我自己的想象就会是在这些场馆里面，我们可以做怎样的事情？高雄卫武营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organ， 那个其实是在台湾场馆里面比较少见，两厅院也有。我就想说，哇，如果搭配这些 organ， 在这个这么庞大的场景里面弹电吉他，应该超级帅的。它后面当然就是开始有一些电子元素啊、那鼓啊，比较流行一点的那种现代的元素进来了，所以场景就会变成高流跟北流，去营造出这样子的音乐氛围。这样对，所以其实整首歌都是围绕在这一次整个 IR 里面，每一段不同的吉他音色，我都套了不一样的 IR 进去，然后让声音呈现可以更丰富。这样，对，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分轨吧。Let's go。现在就来解析这一次为北流写的这个演奏曲，大家可以，我们先听一下。OK， 好，我们前面就是先用了 organ 嘛，就是我其实在这次的专档我这边都做了，像这边是 National Concert Hall， 然后这个是台中歌剧院的 IR，然后这个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IR， 其实我这边都已经做好了，然后一个一个去套，这样 bus 出来做，所以我前面的这边就是先套这个两厅院的 IR，这样。这次也有套啦，然后我们把那个它的 reverb 关掉的话，还有这边干的声音嘛，但套上去，哦，就是那个很大场景感就出来了，对对对，就是这就是 IR 的用处啊。它对于制造空间、制造画面是很有帮助的。对，前面主要都是以那个两厅院的场景为主，这样。31秒这边开始，就是从这一段到这一段，这一整段它都是用两厅院的 IR，对。然后从这一段下一段开始，吉他进来的部分，我们就是使用到那个台中歌剧院。我其实是把吉他当成歌剧来看，唱歌剧感觉，但是他是弹吉他，就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干的声音的话，就没有那个场景感。可是套上去，就它等于是一个慢慢营造出感觉上去，然后到这边开始，它就是准备进入一个现代，然后流行一点的感觉。然后这边就是高流，
就是开始流行音乐的感觉进来，哦这样，然后就慢慢叠，慢慢叠。然后这边都塞一点 brass 进来，开始，然后进去北流表演了。对，就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感觉，然后就是也比较激烈，就是可以想象后面有鼓手在打鼓这样。然后这就开始不同场馆的 solo， 就是我就开始定吉他 solo， 穿梭在不同场馆里面，对。好，最后一下，对，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这就是我做的 demo 啦。现在音乐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常会在不同的电脑上、不同的 DAW 去工作。像我是用 Logic， 你是用 Cubase 嘛，对不对？就算是不同的 DAW、IR 都可以使用。对 ，OK， 那我们就来看看你帮我加工了什么吧。好 ，OK，Let's go。我把整个 project 简单拆成5大块，对，就是鼓、bass， 还有一些其他乐器跟吉他被我独立出来，还有一些 effects， 对，就是把声音拆开来做而已。这首很酷的部分是它前跟后个别是前面是比较戏剧性的那种 epic drum， 对，然后后面会变得比较就是现代。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做一个衔接，就是我用 filter 的动态去把它盖掉，所以它到后面的时候，它会越来越闷啊。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亮的，对，但是到后面会越来越闷。那当它开始变闷的时候，这一套就出来，刚好错开这样。对，没错，像这样子。哦，就一套下去，一套起来。对。其他的部分我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蛮屌了。这个其实我没有动很多，但我有补一些空间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氛围可以再让它整体再更紧张一点，对，更焦虑一点。我就拿了一个 noise 鼓组的 loop 啊，然后去把它修改一下，变成这样子。因为这一个 glitch 会导致，就是它整个结束之后，它的声音会有残响，但后面的段落是必须很帅的全部收干，所以我就这边用音量把它全部划掉。啊，没错。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它就是会静音。brass 的部分，它是这样子对的声音。然后，我为了让它可以调得更细，所以我把它先切掉，补一个低频上来。这超级低的，我不想要在塞券的同时就去影响到 brass 表现的那个动态，对，所以我就把它拆开来去做处理。后来还做了一个是这个，我用 Serum 捏了一个 bass 的动态的东西，它长这样子，让它去找声音加了一个 picks， 所以它极端一点，它是会有一个这个泛音在，然后我再用 Shaper Box 去做一个动态的切割，它就会有一个它的频率分布也会乱跳的感觉，那听起来更随机。压好我要的样子之后，我再把它捏细，对，把它整个炸出来。哇！String 的部分我也没有多做什么太多的处理，但我就有套用 IR。对，在这里。然后我选的是。Grand Theater， 对，他在这边开，对，然后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就是这是没有的，跟有的，哦，然后那个对，听着残响就很有感觉。再来后面就是一些比较现代的声音，就是比较 pop， 然后我想让它听起来很潮，所以我就选择一个 vocal trap， 然后去做调整，所以它就会有一个这个声音啊，对，但我又不希望这个 vocal trap 太平淡，就一直发出同一个声音在那边晃，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我有画一个 automation， 我让它去做声音的变化。哦，它有点像是 pitch 嘛，维持在一个地方，然后会有那个对，那个变化。吉他的部分，我在这个地方就是使用老师的吉他当 sample， 对，在这边卡了一个噔噔，
这一把我是没有做什么处理，因为感觉不需要做什么处理。我是只有 send 出就是 IR 的空间的部分，一个庞大的感觉，对，一个人站在整个戏院的正中间，这种感觉。Concert hall far， 对，远的。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痛，就是在选那些 IR 的 preset 的时候，蛮好玩的，就是你会一直听到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对，不一样的地方。就虽然它都是大 reverb， 都是湿的，但就是不同的环境呈现出来的那个痛，就是会有差。对，呈现的氛围就完全是不一样。哦，这是 solo 的这一把吉他，可是 IR 挂好挂满。这是用2楼的 Concert hall 2楼，没错，对，一样是打100%，然后我用 bus 的方式去把它推出来，然后对，一样，最后没有把它挖干净。所以我觉得就是 IR 本身的痛的选择就很多，然后我觉得如果再搭配动态去玩的话，其实就可以玩出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好啊，赞！哇！加工的非常漂亮，很好玩哎。对啊，这次其实有这些 IR 来玩，我觉得它的声音表现不一样，真的，对，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增添了非常多乐趣，真的。对啊，就是也非常推荐大家玩看看这些东西。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台湾在地吉他品牌的主理人来分享他们吉他品牌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一次 IR 技术的制作人 Mori 来分享 IR 技术未来的应用。Let's go。老师，我们就来稍微聊一下这一次的这整个 project 专案这样子。我觉得可能要先从 IR 开始讲起。好，这个技术就是它是什么？像这次 Trash 在北流的演出有用到北流表演厅取样的 IR 嘛？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感受是，像之前老师你有说过，你在两厅院听 IR 的效果时，几乎很难分别出现场和耳机里的感觉，那种临场感在演唱会上我是很有强烈感受的。所以 IR 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IR 呢，它就是放一个脉冲讯号，对，然后取下这个讯号染色后的声音，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获得了一个空间的样子。对，这样子。那乐器的应用呢，就是这一次大家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有一把琴，对，这把琴它有一个形状，然后以为你有一把琴有一个形状，对，然后我想把我的琴呢变成你的形状，对，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技术，把你的琴的形状移植到我的琴上面。那一把琴什么样子不知道，但是它有一个双线圈，或是它有单线圈，或者是它的琴长这样子，对，所以也非常感谢北流，就是说他们促成了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平常可能也做这些事情，我有时候到一个地方我会取样一下，但是没有像这一次，就是官方认证许可，对，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你爱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它是真正的在那个地方。对，我有时候忘记我是戴着耳机的状态，就是我耳机里面的环境的声音跟外面是一样的，我自己有时候会有那种错乱。这个技术你觉得未来它会怎样去发展？过去的技术是我们可以叫物理建模。那我程式里面写说，我场地多大，场地有什么材质，有布的材质、石头啊什么，你只能写一个大概。脉冲的技术就是这个讯号发出去的时候，它是在各个地方反射，更接近这个环境真正的实际状况。在音乐产业里面，现在已经有一些是在这种状况下混音的。对，有一些 plugin 呢，它有某几间大录音室的空间的 IR。你戴着耳机就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混音，你就会像在他的录音室里面听到这个声音。目前的这都是一些基本的建制嘛？对，这个很基础，就是把它做成一个 library。那它的应用或是在开发这些独立的运作的 plugin 或是 standalone 的这些，它就是需要更多人才进来，然后玩更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对啊。对，未来有什么潜力，或是有什么更多的可能，然后让这个事情再开始的一直运转起来。对啊，所以说这算是也是一个抛砖引玉啊。之前其实我们还有聊到，如果我今天还没来过北流，你可以透过这个 IR， 对，
就我们可以套个音乐进去嘛，对，你会感受这个音乐在这个北流里面放出来是什么这个感觉，对，所以其他空间也是一样，所以这些档案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应用啊，当然大家可以再天马行空一点，这样子。谢谢北流这次才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师徒这样子在合作这样，对啊，对我觉得很棒。对，欢迎 Steven 来我的节目，你好。然后 Steven 是在 Anunu 担任经理嘛，对不对？对，没错。那可以稍微让我们认识一下 Anunu 这个品牌吗？其实安女女创办人 Johnson 决定成立了一个安女女这个品牌，是因为他在夏威夷的石头上有这个彩虹人的这个图案，其实是一个很欢乐、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东西。他觉得，那音乐这东西其实是属于跟生活很接近的。我们先从了小资的乌克丽丽到了旅行吉他啊，对，那旅行吉他其实也是尝试了很久去。做了很多不同的改进，对，就像例如我们的补偿音孔，对，补偿音孔就是为了必须得把我的声音兼顾到，然后旅行吉他的音量可以做得跟大吉他一样的好。对，冯毅他也有做他那个乌克丽丽嘛，对，然后一些做那个渐层的涂料，他喜欢把他的元素做到这个琴的上面。对，因为他很喜欢星际大战的那东西。女女是自己有自己的设计师，对，我们从外观到里面的结构，所有东西都是自己设计的。但相对的，我们就会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来的，所以开发的成本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次北流的这个 IR， 其实它不只取样了空间，它其实也取样了一些琴，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安女女取样的琴。我们其实这次就是主要就想说，我们拿出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对，我们拿着一支把乌克丽叫做 UT200，它的木头是瑞士的月亮云杉，满月的时候会是大潮。那这个时候的木头也是相对最干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把它裁劈下来。旁边的包边也是做一个阴晴圆缺的概念，就是把一个月亮的概念做在这把琴上。对，那吉他的部分我们是从山田健司老师，日本的也是算是国宝级的制琴师啊。是，我们要经过一长串的考试。对，所以前后这把琴我们做了3年，他会坐飞机飞到我们工厂来教我们怎么做琴。他就跟你说 ，OK， 你现在怎么做，然后他再飞过来看说 ，OK， 你做的 O 不 OK？ 其实也可以聊聊在台湾就是制琴的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我们目前台湾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其实陆陆续续有一些文具工厂在做的。文具工厂，不懂的人他们觉得反正6条弦声音一样就好，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会影响学习的效果。我怎么弹都不好，练都练不好，心里没有成就感，就不想弹下去。对，那接下来Anunu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吗？或是刚刚讲，我们其实跟很多制琴师有合作，其实做很多很好的乐器，对，但他们没有好的一个推广的管道，所以我们会把它找进来到这个 group 里面。由Anunu这边帮他，就是 HMN 这个 group 去帮他去做一个推广，对，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是可以成功的，对。今天谢谢 Steven 跟我们聊这么多关于 Anunu 的一些故事，然后还有一些心路历程，谢谢 Steven， 谢谢。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没有啦，Neil哥，我们好久不见，对，就是从陆社木器。刚开始做没多久，我们应该就认识。是，其实也是认识蛮久了。我们先聊一下陆社木器它是怎么发展，怎么出现，怎么出现？对，在广东办公室就恶搞、瞎搞。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懂，木材也不懂，工具也不懂，手艺更不要讲，一塌糊涂。第一把吉他做出来之后，自己心满意足。哇，志气比天高，天哪！开始很多天马行空的那些理想，对，认为所有的人都不懂，就我最厉害。做吉他跟修吉他其实是两回事，然后很常就是会上网去搜寻一些资讯，然后就从网络上面认识一个人叫做 Robbie O'Brien， 每次看就是说，里面还是会有盲点，一气之下就坐飞机过去找他。
哇，你有个人是超冲的。哦，以前是这样，以前个性的确是这样，不是说爱讲当年勇，当年是真的勇到一个不可思议、匪夷所思，你知道吗？这次北流这个 IR 计划，然后我们也有取样了入社的吉他，像那个刘云平老师的那把琴，就可以聊聊这把琴。他这一把应该算是 Archtop 的吉他，算是吉他里面比较小众的。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初衷，其实初衷是要做 flat top 的，就是一般的民谣吉他。一般的 Archtop 它的开孔是 F 孔在两侧，我就给它开中间。然后开了中间之后，它就变成一把不上不下的吉他嘛。唯独就刘云平博士，他造访之后，他又拿下来弹，他说：“哇，这吉他怎么有20几万的手感？”然后那个我外甥在旁边就把摩托车钥匙拿出来说：“调啊，我都把可以拿起。”这次北流取样就有取样到这把琴。对，我觉得他还蛮有故事，蛮该被取样。对，很棒的故事。志平老师有一把就是红酒木箱的这个也是你做的，对不对？对，可以聊聊这把琴。这一阵子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也是我想做的，就是循环经济这一块。几年前我有跟那个王志平老师代言了一部电影，叫做《至情是与他的情人》啊，对，然后我就看那个老师傅就到处敲人家的木头，对，只要哪里拆房子什么，对。然后就在想说，那我有那么多的红酒木箱，应该也是可以，对。Mori 老师他老婆也买了一把给他当生日礼物，对。然后王志平老师也买，对。然后还有卖去香港的，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还会再继续做下去啊。你对未来你有什么展望吗？只要是我会的，我绝对都会把它交出去。对那个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去做教学，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大方向，暂时来讲是这个样子。对。今天非常谢谢 Neil 哥，我们就未来再去，我再跟你约工作室，我再约烤鸡，烤鸡、钓虾、打高尔夫球。好，没问题，谢谢 Neil 哥。好，今天邀请到2位布朗威的主理人燕杰跟杰成，你们好。布朗威这个成立了大概2年多，对不对？对，我蛮想了解，就是你去日本学制琴这段过程，这样子，在日本学制琴有什么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是这样子，SOP 啊，我觉得它是要训练你，就是做琴就是变成是一个像我们吃饭一样反射动作的感觉，旁边又摆了一把。就是最近刚出炉的作品嘛，对不对？对，这把琴刚好也是这一次北流这个 IR 有取样的这把琴。那 OK， 来聊聊这把琴。这把琴是一把 Seneca 的 Tele， 它后面是用像 Gibson Les Paul 一样，就是用榫接的方式去做的。啊 ，sustain 也会拉得比较长，声音也会比较直接啊。这把包括喷漆什么都是你们自己弄的？对，它就是从木头的毛料开始，整把全部都是你们自己。这把拾音器嘞，拾音器它是用一个德国的牌子。这一把那时候量过，大概13K 到14K 左右，最凶的啦，最凶的，已经取样了。到时候就是大家都可以在 IR 里面都可以见识一下这把琴的威力。稍微讲一下虎神哥那2把琴好。好，那我先讲第一把，那把蓝色的 Tele， 对 ，Bridge 端是用 TV drum。他并没有给我太多的限制，对，所以那把琴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包括木料用什么，对，最原汁原味的你的声音，对，对，所以第2把他想要做一个 Les Paul 的 Tele， 对，然后他又想要试试看烤枫木的情景，就是他的声音会比较尖亮，对，这次虎神哥的2把琴，包含国旗哥的这把琴，就是它的取样也都可以在到时候 IR 开放给大家下载使用。OK， 今天非常谢谢2位来参与这个心路历程的分享，谢谢你们来，谢谢。欢迎盛奇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你好。吉千潘老师这次也有参与北流的这次 IR 计划嘛？
对，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聊一下7000 miles。我一开始其实是像 MIR 的学制是 AA 嘛，因缘际会我就认识了那个LSL 的老板。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情境是手削的，那我就觉得这个蛮酷的。那 Handshape 的时候，我就会去跟他们讨论。第一把琴的一个命名，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跟我现在的老婆，因为是远距离嘛，所以说台湾跟 LA 的距离大概是多远？对，其实差不多就是7000嘛。那7000很好记啊，他就说那就叫7000 miles。对，所以最早的7000 miles 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故事，超浪漫的这个。那回来台湾之后，其实就是开始陆陆续续有帮很多老师啊，就开始制琴嘛。阿德的那个拾音器 Les Paul 的那个对 Les Paul 的拾音器，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会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让演奏者可以是很忠实的去表达他自己的就是情感，然后最后呢就选用了60年代留下来的老的磁石，它震动所收起来的那个声音会是更细腻的。那再加上我们使用的线材啊，还有一些设计的概念在里面，那就可以让我的拾音器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态反馈。对，这次北流的 IR 也取样了7000 miles 的几把琴嘛，我觉得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次取样的这几把琴。这一次北流的一个取样的琴都是比较 modern 或者是介于中间的，比较特别的，叫做 Naked。那个琴身的一个就是渐层的一个染色，对，那个 top 是我太太手染的，对，颜色也是她调的。另外一把是那个Tim 林廷玉的琴，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他就跟我聊到，那我们就聊到说，Steve Vai 好像有一支琴，然后里面的红色是他的一个鞋带对，然后去做那个红色这样子，对，然后真的就是滴了大概1-2滴吧，在我帮他先预调好的那个漆料里面，那一支后来我们叫它 DNA， 就是有他自己的灵魂在里面。对 ，DNA 跟 Naked， 对，这两个蛮有趣的。对，希望之后可以看到更多7000 miles 的更棒的作品，然后我也希望，谢谢对，跟阿德早点过去你工作室玩这样。好啊，欢迎，谢谢盛奇，谢谢。欢迎 Terry 哥来到我们的节目，极致公式的主理人是对，然后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吗？其实很喜欢吉他这个乐器，不管是木吉他还是电吉他都很喜欢。对，那后来就是因为有接触到一把就是基本10万、12万起跳的琴，对，声音就是不一样，就是甜美很多，干净很多，对。那所以就很好奇，就开始去研究，然后就看一看，就觉得好像可以做。后来就是有再去加拿大，就是找一个老师，然后回来以后就是算是大致上奠定了往后的到目前制琴的一个基础跟方向。这次北流的这个 IR 取样的企划，就是这次有参与取样的琴吗？是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把琴。那这把琴其实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个 side sound port， 就像一个监听喇叭一样。对，对于弹奏的人来讲是非常的受用，听起来就会觉得哇，多了一个立体声，对，就变 stereo 就对了。其实我的琴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些Rosé的设计都是我自己去经过构思，然后再去挑选一些比较特别的材料去执行制作出来的。我很喜欢用相同的材料去贯穿整把琴看起来会比较有整体感，对，一致性，对，会比较有一致性。那旋钮是你有特别挑过吗？还是旋钮？这个旋钮就是其实也是蛮特别的，因为这个牌子叫做 Goto， 那它是 open gear 的，就是你可以看到齿轮是在外面，整体琴颈这些金属的重量的比重就会比较低，提供给声音会更多的木头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想法这样子。那所以说我是就喜欢选用 Open Gear。比如说对制琴有兴趣的人啊，对，就是你可能会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是这样，对。对我来讲，我就是因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我才会想要去做它。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蛮基本的一个态度，最好是找老师学啦。是对，因为像我们自己可能一开始像我去跟陆森木器学，然后但是中间还是有很多的细节，你还是必须要自己摸索。对，那个过程其实还蛮痛苦的。如果有能力的话，直接出国学，我觉得是更好的。有时候有人会问我说，那要不要会弹？这个我倒觉得还好，就像比如说我就会说，我就是因为琴弹不好才来做琴的，对啊，自己功夫学不好，但是很会做武器，对，然后就会帮一些武功比较高强的人做武器的那种感觉，希望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出这个武器的力量。今天很开心可以认识到老师，然后希望未来演作任何一切计划都可以很顺利的进行。今天谢谢老师，谢谢医院，谢谢老师，谢谢。吉他的部分，就是我这次也有套了 IR， 用木吉他的音色，然后去套这次木吉他的 IR，然后电吉他也是用电吉他音色，但是套别的 IR 去呈现它这一次的这个声音。这样，第一把这个。这把我除了加上台中歌剧院的这个空间 IR 之外，因为 Logic 它本身它内建的 Space Designer 就可以丢 IR 进去，所以其实很方便。吉他的话是用这把 GT1 HHP3， 这个是这个Bronze Wing Guitar， 所以大家可以听看那个有套 IR 跟没套 IR 的差别。这是纯干净的声音，它会是长这样。哦，然后这是有套过的声音，可能要对大家如果有戴耳机听的话，会听很明显，然后再加原本的这些，对它整个声音就会更传出来这样子。第一段。电吉他出来的时候，我是套用了这个 Bronze Way 的吉他。那第二段这个地方，这个 slap 的地方，这个我是演奏吉他的木吉他这把琴，它的 IR， 所以这原本听起来一样，对，给大家听原本干净的声音。然后一样。它套上去都是会稍微再肥厚一点，效果整个声音的饱满度会再更大一点。然后最后一把 solo 的琴，我这边看到我套了蛮多的东西，这样，然后这就是一个很发质的、很麻的电的痛这样子。那我其实把它全部关掉，我把这些都关掉。听起来就是正常的电吉他的痛，然后是那个 Acoustasonic 的电吉他的痛，原本录进去干的讯号就长这样。然后如果挂上 IR， 有没有？很明显。Picking 也好，或者那个肥厚度，其实都会差很多。这把的 IR 我是用了这个 Space Series Starry Night HHP3， 这个是这把7000 miles 的吉他，对它所制作的 IR， 然后是它第3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空间的 IR 跟吉他的 IR 其实使用上会差别，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调整这些原本荧幕上的参数去玩这样子，但吉他的就是记得这个要把它关掉。好。那就大概这样。OK， 这次谢谢于修来陪我一起解析这次演奏曲，你也聊了蛮多关于这次 IR 的这个技术的部分。这一次所有留言抽奖的部分，我们也都会在 DMT Studio 的官方 IG 跟 FB 公布我们抽奖的日程跟抽奖的名单。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所有DMT Studio 的各种资讯。这次的节目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见，拜拜。